6月23号，特朗普在 X 平台上声称，以色列与伊朗同意了停火协议。不到2周的战争，随着停火期限的到来，也暂时告一段落。因为这场冲突只进行了12天，被很多媒体称为12日战争。在冲突结束2天后，以色列和伊朗双方的损失数据已经有了初步统计。在这场战争中，伊朗和以色列是否达到了目标，又或者损失了什么呢？咱们接着往下看。以色列在这场战争中付出的总成本，包括伊朗各类目标和拦截伊朗发射的导弹和自杀式无人机，总支出为至少87亿美元，占以色列政府今年财政预算的近4%。美国政府已表示会适当增加援助，财产损失为14.7亿美元，主要是被伊朗导弹，尤其是残骸砸中的各类基础设施和科研院所等。伊朗导弹造成仅1名以军士兵阵亡。这场战争中，以色列空军总计出击大约1200架次，进行了600次空中加油任务。除2架无人机外，没有损失任何飞机和飞行员。多个国家为以色列提供了支持，尤其是在拦截伊朗发射的各类导弹和自杀式无人机时。战争研究所的数据显示，在12日战争期间，在美国的支持下，以色列空军摧毁了伊朗约65%的导弹发射器，约800到1000枚导弹被摧毁。位于伊朗西部的伊朗导弹部队已经全部被摧毁或失效。相比以色列，伊朗损失则堪称惨重，甚至是极为惨重。该国的关键核设施遭重创，石油出口暂时崩溃，里亚尔汇率下跌50%，通胀率超过43%。在人员损失方面，伊朗总计974人死亡，包括至少14名顶级核科学家和诸多军事将领。最新消息显示，上周被炸伤的革命卫队中央军事指挥总司令阿里沙德马尼将军伤重不治。除他之外，还有至少35名伊朗将军在12日战争中遭到以色列空军和情报部门的定点清除，这其中包括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侯赛因·萨拉米以及大部分情报空军系统的领导层。从伊朗阵亡将领的分布状况可见，以色列的打击重点是伊朗的总部级机关，以及涉及联合指挥、情报部门，还有对以军威胁最大的伊朗革命卫队空军。以军的设想是在极短时间内便造成伊朗总指挥机关的失能，并对其情报反制能力造成混乱，以及瘫痪掉革命卫队空军的指挥能力。从实际的战果来看，以军的斩首行动取得成效很大，并在相当大程度上打乱了伊朗的反击节奏。否则按照伊朗原本的预案，本是利用西部山区的导弹为主，对以色列发动反击，但由于西部防空被洞穿，使得当地的导弹被损伤不少，另外还被以色列空军堵在洞库内难以使用。伊朗在重组指挥机构后，虽然利用东部地区的导弹继续对以色列本土发动袭击，但是伊朗来袭导弹在数量上的递减也是肉眼可见的。尤其讽刺的是，在战争爆发前，伊朗的自我感觉还相当良好。总参谋长巴盖里将军在5月时还对外宣布，与去年相比，我们有的地方对外国军队机动行为的探测频率提升至5倍，同时防空系统的敌机探测与摧毁效能提高了1到2倍。结果巴盖里在以军空袭的第一时间就被干掉了。而此后的整个12日战争中，伊朗更是创造了没有击落以军一架固定翼战机的战绩。可以说12日战争中，伊朗防空与反击作战是严重不符合伊朗原本预期的。很显然，开战之初伊朗高级将领遭到的大规模暗杀是造成伊朗军事被动的关键原因之一，而这些就和摩萨德有很大的关系。从数据层面上来看，战争中伊朗总计向以色列发射了543枚中程弹道导弹，其中约60枚突破拦截，一部分落到了空地或海里。战争研究所称，伊朗在袭击以色列时的导弹突防率为11%，但伊朗导弹在精度上表现不佳，无法精确打击以色列军事设施或能源等基础设施。换句话说，以色列空军可以精确轰炸伊朗的核设施、导弹基地、防空阵地和导弹机动发射车，伊朗却只能打击以色列的城镇，还要面临以色列和美国两国反导系统的联合拦截。以色列空军几乎从一开始就夺取并牢牢控制了制空权，在伊朗上空如入无人之境。伊朗空军没有任何战斗机敢升空作战，只能在地面上被摧毁。伊朗军队的防空系统也只敢小规模开机打游击战，仅击落了2架以色列无人机。伊朗媒体报道称，防空网在本次战争中的表现正迫使伊朗重新考虑合作伙伴。一些伊朗专家宣称，长期依赖于俄罗斯的军事合作是一个战略错误。俄罗斯似乎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帮助伊朗大幅增强军事实力，尤其是建立可靠的空中力量。相比之下，巴基斯坦空军在今年5月与印度的冲突中表现出色，伊朗应该学习巴基斯坦。不过，
这些都不影响伊朗赢得胜利。在战后的第一时间，伊朗就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庆祝活动，并为在12日战争中牺牲的伊朗军人们举行了葬礼。官方说法是，他们倒在了前往耶路撒冷的途中。此外，还有一些其他影响。在12日战争中，伊朗武装力量出现了大量逃兵。该国法尔达报报道称，战争期间逃兵数量激增，涉及士兵、军官以及各类军事人员。军人们担心遭到轰炸而纷纷逃跑。伊朗总参谋部已经向各军种发出严厉命令，任何不服从命令或逃兵的行为都将对共和国安全构成严重打击，并将被视为叛国行为，无论是出于帮助敌人还是出于个人原因。命令要求对逃兵进行严厉惩罚。在战争中，很多人说特朗普要搞垮阿亚图拉政权，但从实际上看，这些威胁都是一种政治手段，目的是迫使伊朗接受停战。但如果特朗普不是威胁，而是真准备采取行动的话，从伊朗军事力量出现大量逃兵来看，伊朗恐怕不会比2003年的伊拉克强多少。可伊朗也向他的俄罗斯盟友求助过，但得到的反应不佳。在12号战争中，除了舆论支持和外交支持，即便是伊朗外长阿格拉奇亲自前往莫斯科面见普京，俄罗斯也没有向伊朗提供任何实际支持，这引发了德黑兰的强烈不满，对未来两国关系极可能产生重大影响。伊朗精英阶层对俄罗斯的信任度已经下降。很多朋友会将俄罗斯在12号战争中的表现理解为俄罗斯被乌克兰拖住，没有能力向伊朗提供军事支持。那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5年前的阿亚战争了。在2020年的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战争中，面对获得土耳其强力支持的阿塞拜疆，亚美尼亚跟现在的伊朗一样向俄罗斯求援。亚美尼亚和俄罗斯同属吉安组织，那时候的俄罗斯可没有陷入乌克兰而无法自拔，却同样没有向亚美尼亚提供任何军事支持。坐视亚美尼亚被阿塞拜疆击败。2020年的阿亚战争产生了深刻影响，土耳其在外高加索地区的势力大幅增加，迫使俄罗斯在该地区进行战略收缩。连亚美尼亚现在也开始主动与土耳其缓和关系。再加上乌克兰战争以及刚刚结束的12日战争，俄罗斯在地缘政治上都变得更加不利。任何人都应该看得出来，在面对土耳其、以色列和美国等强大对手时，俄罗斯的反应十分软弱，只敢欺负那些没有靠山的国家。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会继续发生不利于俄罗斯的变化。好了，事情就说到这儿，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